车头冲那边。行，我现在来一点。哎，好的，漂亮。不是，哎，拿本3天。各位观众老爷，早上、中午、晚上，好久不见，欢迎回到一车圈速榜。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外观看似家用掀背，有个车主号称 DK， 派克风上难忘向背，欧美提车加价排队，现代艾尼克 5N， 也就是 Ioniq 5N。看您挂着 N 的现代，就和挂着 M 的宝马一样，基本上是属于把性能俩字给贴脑门上了。你看给孩子激动的都有点流鼻血了。大家对现代 N 的这个印象，很大程度呢都是因为之前的伊兰特 N， 在性能车圈子里获得了车友们的广泛认可。不管是跑山群还是赛道日，看见来一辆伊兰特 N， 没摸清驾驶员实力之前，是没人敢轻易叫板。毕竟他把思域 Type R 摁在地上摩擦的案例也不是一个两个了，和国内宝马 M、奔驰 AMG 大受追捧的待遇完全相反。现代 N 在国内可以说是销量一直不温不火，开到街上的待遇呢，基本和 STI 和 Type R 差不多，同性交友属性拉满，以至于现代官方似乎也没正经公开过他们在国内的销售业绩。不过我还是稍微调查了一下 ，Ioniq 5N 虽然在国内甚至整个亚洲地区都不算热门，但是在整个欧美世界的待遇可以说是截然不同。据说美国还出现了经销商给5N 加价2万美元的情况，简单算一下，在美国的起售价就超过了8万美元，实时汇率60多万人民币。这会儿你再看看国内的定价。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咱们不多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借的这台车的整体情况。这个车的外观你喜不喜欢？一般吧，还行吧。你别眨眼，你别眨眼。不喜欢。但是这台车的这个外观我是比较喜欢的，我是用一个 SUV 的这个去审视它的，并不是说把它当做一个钢炮。因为我来之前的时候，人就跟我说这个5N 小钢炮。小吗？多大呀？这么大，那要说钢炮也是个大钢炮，是不是？哎，它充斥着很多这种数码元素，就是这种小点点这种。我们现代汽车集团新的这种未来复古的设计语言啊！你们现代集团，你什么时候入职？他们现代集团感觉就是整个这个设计非常的和谐。就有些个车，你看车头是一台车，看车尾它好像就是另外一台车。哎，啊，你这样一转过来以后，你觉得这个它互相之间不太能呼应得上。之前咱们做的那些个车啊，像那个老的那些个 mini， 它前后呼应的比较好。但是后啊，是吧？但是然后这台车所有的其他的地方全部都是原厂的，只有这个刹车是进行了一个改装，也是用的这叫什么 FECC， 叫菲兹啊。现在也是 CEC 耐力赛时候用这个刹车，反正刚才把车挪过来的时候踩了几脚，感觉脚感还是可以的。然后咱们看尺寸啊，2753521，那就证明这个车非常非常的性能，尤其是原配前面275轮胎的这个电车，它好像是最宽的了吧？差不多，因为咱们之前的那个苏七 Ultra 才到265，它已经给到了275。可是我们后轮宽呀，你看这后轮，这个后轮前后配肯定也是275嘛，27535。哎，这样的话就是方便你在赛道里面跑完了以后对角去调换。我们都买这么高端的车了，还得就非常烂仔的对角胎。那没有办法，你现在没有某品牌一样的那种赛道服务，你并不可能有一个人在旁边帮你拔胎换胎，对吧？哎，啊，所以说什么时候有一个土，然后进驻咱们赛车场了啊，那你就拉平了。哎，可以。然后再看车尾，说实话我比车头更喜欢，尤其是像这些个小小这个细节这个设计。原先的时候在图片里面看感觉有点突兀，后来我发现应该是光线的问题，今天有点阴天。反正在今天这个光线下，今天这个光云看起来是非常的好看的。也许大太阳一出来以后就不行。然后呢，是它的这个空气动力学，其实这已经是电车的一个标准设计了，所有这些个地方你该加的都得加。但是我个人感觉啊，它就是为了把它做一个小宽体，然后这儿呢，是为了能够稍微的减少一些个这边的叫湍流也好，叫乱流也好，然后能够略微的增加它的续航。杯水车薪。和它的这个外形和它的体重和它的275的轮胎比起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情绪价值，心理按摩。最后咱们那个说一下啊，这个是我新观察到的，你仔细听啊，我把这边往里面摁的时候，它有一个电机那个声音，滋
啊，这个声音有点太小了。反正就是你往里面摁的时候，你能够感觉到它好像电机，就你用扶手带着那个电机在转。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看它这不是回位了吗？然后它就不会再自己再出来了。所以我现在觉得这个把手是把隐藏性和它的这种安全性做了一个很好的结合。为什么这么说呢？假设这个车现在出了一个事故，啪，解锁了，但是解锁之后一燃烧断电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呢就把这边摁进去以后，然后往这边一拉，它里面有机械结构的，就不影响开门。然后这个时候你发现啊，我再把它关上的时候，就是把它的那个位置又给它激活成这样，但是可以摁进去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设计其实是把安全性和这种美观，包括那微不足道的风阻做了一个挺好的一个均衡，可能就是成本会高一点。那冬天要是冻上怎么办呀？来到车里看一看，车里面咱们先常规的过一遍啊，摁电池。哎呦，这还有教程呢。没错，这些教程大家都可以暂停自己去看一下哈，包括像它这种3级的制动啊，只有经验丰富的驾驶员才能在公共道路以外的安全场地使用此功能。这个是它的这个 N pedal 是这个刹车，动能回收这一块，刚才我试了一下，它的动能回收一松踏板的话，基本上能够达到差不多负的 0.4G 的加速。啊，这么多吗？对，半脚刹车快，所以就挺棒的。这个呢是漂移模式，众所周知我不太会漂移，所以这个模式呢我就是觉得很好，但是我用不上。这个是给驾驶经验丰富的驾驶员使用的。讨厌。Race， 哎，这个里面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很有意思。它这个激活了之后呢，每次激活的时候，它会给你一些个限定条件，然后呢，满足这些条件，它这里面有2个模式，这个呢是没有最高功率限制的赛车模式。那我们如果跑单圈的话，你可以理解成它就是排位赛模式，我们就是往死了干这一圈。这个呢就是耐力赛模式，这就是之前他们比较推崇这种模式。它可以是更持久的，然后让你去练习。但是我个人觉得哈，你就算是开了一个耐力模式，你的轮胎也不可能支撑那么多圈。所以呢，就是拿别的车，比如说864，哎，对，拿这种车把自己的这个技术打磨好，然后用电车来去展示你的技术。这个呢是可以使用它这个扭矩分配，这个其实在很多车上大家都见过了，它可以去调整你的那个前后轮的这个比例嘛。但是呢，这台车上面，如果你要是把这个动能回收给它开以后，那它现在呢就不能使用这个前后这个扭矩分配了。应该是它逻辑上面怕这2套逻辑之间造成一定的冲突，但实际上在这个模式下，它也是有动能回收的，只不过就没有刚才这个模式这么强这么大。它其实是从你在设计逻辑上来讲，它就是不推荐你用这个左脚刹车的，所以它就尽可能多的把这个刹车给你放在右边踏板上。如果你要是赛道里面去开这台车的话，动能回收堆得很高，而且放在油门踏板上的话，在赛道里面通常来讲，你操作难度就会降低一些，或者说你同样是一个高手，你开这个车就更容易把它的极限圈速做出来。OK， 那咱们废话不多说，来试试这车的威力吧。行啊，咱们就整。又来。好了啊，驾校学员小王在掌握了现代小轿车的挂档方法之后，咱们闲言少叙，马上开始今天的超凡一圈吧。测试当天气温10度，恰逢近年难得一遇的纯正精霾。开着电动性能车，我估计王悦对污染环境的负罪感也应该会减缓一些。T1入弯尾速来到了182.53公里每小时，这钻耳朵的刹车声一听就感觉特别的性能。反倒是这个 NAS 加的声浪模拟系统设置成 Supersonic 超音速模式，怎么反而听不见动静了？难道说是因为超音速了，所以声音跟不上了？合理，太合理了！重刹进入 T5，王悦疯了，一上来就切内线，是275倍耐力 P0 给的勇气吗？开油出弯3米的轴距，尾巴说横走就横走啊！不过王悦瞬间就找回了抓地力，然后小心翼翼的带刹摸进了 T6，刹车片的啸叫让人轻松就能用耳朵找到王悦的刹车点。
点，嘿，这弯心吃的，避震器的硬度隔着屏幕都感觉到了。T8前是全场最狠的一脚重刹，加速度-1.2G，工作强度一上来，刹车片立马就不吵吵了。这个原理好像对打工人们也一样适用。你在公司聊天为什么不能太大声啊？老板一听就知道你工作不饱和。进入3连发卡班，这种时候我盲猜 N 拍斗这种抬油门、动能回收就开始强力刹车的功能应该非常好用，至少对我这种特别不擅长左脚刹车的人来说，油门刹车之间倒脚的空隙直接就给自动填满了。王悦冲出了最后一个弯道，吃到路肩的时候，后轮还滑了一下，超音速模式依然是寂静无声，最终冲线成绩1分09秒20。不过很遗憾，由于他换了菲兹的刹车和钢喉，这个成绩呢不能作为原厂成绩上榜。这台车开起来和001 F2从底盘还有这种体感，包括出弯的感觉一模一样。你让闭上眼让我现在回忆一下，我感觉开的就是那个001 F2。这两个车调的简直太像了。它动能回收呢，恰到好处，它就能够帮你做出来那种非常非常好的那种循迹。你看咱们油车每次一降档的时候，不管你是根直也好，联合制动也好，它随着发动机转速往下降，它的那个联合制动的劲儿也会变小，然后你再一次换挡它又变大，这是物理上决定的，这没有办法。但是这台车就是你稍微这样收油，然后呢带着点刹车一进去以后，那个感觉怎么说呢？就是帮你循迹，你看就现在这样帮你循迹做的这个非常好。普通的车友呢，我也不建议大家用左脚刹车。那么这种比较强的动能回收，而且呢是这种油门响应又比较好，还是这种电车这种单踏板的模式在赛道里面是非常有助于圈速提升的。但如果你说我是一个高手，我平常就喜欢左脚刹车，而且这种3点式安全带我左脚刹车就很习惯，就很溜，那可能这方面的优势就不明显了。那你开什么车可能就都差不多都一样了。你看王悦也觉得能搞左脚刹车的都是高手，这就说明我这个驾驶水平和高手之间是不是就差一个左脚刹车了？ OK， 下面进入车手专访环节。我觉得这个成绩非常非常的好，因为之前给我留下印象非常深的一个跟它体格子差不多的车是001 F2。001 F2呢，在我第一次接触那台车还没有莱科宁的模式的时候，那台车我拼尽全力开，是比这台车今天这成绩还慢了0.03秒。所以这台车呢，比那台车马力呢少了将近一半，居然还能快0.03秒。那可以得出来2个结论。第一个呢，就是这台车调的确实是很可以。另外一个结论呢，就是在你用街胎的时候，你这个650马力以上的那些马力，它可能这种边际效应就非常非常明显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车现在就是达到了一种马力、轮胎还有车重的自洽的平衡。不是说它这个车重就很好啊，当然还是更轻点更好。但是它在这个车重下，把它这个轮胎和动力基本上就是发挥用尽了。如果你要是一脚油门在弯中啪一脚你就踩下去的话，它会像哈耶克的大手一样，给你这样搂住，但是它不会过分，就给你搂到恰到好处，然后把你这个弯就送出去了。那就不是哈耶克的大手了，哈耶克的大手就无情的给你抽出去了。但是呢，如果你要是很细腻，就是用之前咱们开速七 Ultra 那种方式，在弯心渐进的这样去给油的话，它还能够再给你在出弯的时候再给你挤出来0.1、0.2，甚至是0.3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这台车就相当于是对于高手来说，它呢可以给你技术发挥的空间，不会说是你就像911一样，谁开圈速都一样，它是给你一定的空间的。但是呢，如果你要是没有那么熟练，你操作的时候比较粗暴，成绩呢也很不错。所以就是这台车在赛道上的表现。我突然想到，这车不是换刹车了吗？所以你快的那一点是不是刹车给你争取出来的？有道理，因为连续做了2圈嘛。第2圈的时候，我就把我第1圈预留的那些个刹车的空间全部都挤压进去了，所以呢，刹车在2圈的表现一模一样。另外夸奖一下，就是这台车其他那些个博主、其他那些个评测说这台车散热做得很好，然后动力不容易衰减。这个今天咱们验证是真的，所以这台车散热这块不错。然后据车主说刹车系统原装的刹车系统可能是确实不太给力，所以这台车如果要是跑赛道的话，你就可以想象换上刹车就可以打平没有莱科宁模式的001 F2，是不是很爽？
接下来是打分环节，根据目前节目总榜单排名和尾速成绩，这台现代艾尼克 5N 的圈速和动力分别获得了 S 和 S+，刹车、抓地和底盘都获得了 A。不过电动高性能车典型的超高驾驶节奏也带来了一定的驾控门槛，上手难度 B， 综合评价 A+。那么总结一下，Ioniq 5N 呢，确实是一台非常有实力的电动性能车。现代 N 部门的工程师呢，真的很清楚一台兼顾日常和赛道的性能车应该是什么样的，也知道怎么去实现这个目标。在动力唾手可得的这个电动时代，想要设计一套匹配得上动力的操控和一套兼容各种场景的操作系统，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猜这也是它能在欧美市场大杀四方的原因。不过呢，反观国内市场，它的对手可就不是底特律御三家和一票欧洲的老钱车企了。38.88000的售价，想要在东大汽车市场里分一杯羹，它要面对的就是冰箱彩电大沙发和无限制功率战的前行攻势。面对这种压力，作为消费者的我只能说，现代 N 部门咱也得卷起来呀。OK，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对一车圈速榜有任何的建议和想看的新车，别忘了留言告诉我们。马上就要入冬了，在这里提前预祝各位冬日战士刷出好成绩。咱们下期再见。